女人因为不守妇道，正被族人绑着沉入河里，村民们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言语。眼前的一幕把杨家儿媳吓坏了，她正和家中的长工私通，如果被族人发现，那她的结局会和这个女人一样。这部电影改编自沈从文的短篇小说《潇潇》。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中期的湘西山村，在这里还存在着很多陋习，童养媳就是其中之一。12岁的潇潇从小失去父母，被四伯抚养长大，可四伯家一贫如洗，随着潇潇的年龄增长，养活她成了问题。四伯一番考虑，决定把潇潇卖到村里的地主家去做童养媳，而今天正是她出嫁的日子。潇潇要嫁的丈夫今年刚满3岁，是个话还说不清的娃娃。杨老爷老来得子，对这个儿子非常宠爱，取名叫春官。潇潇的花轿进村后，村里锣鼓喧天，村民们纷纷来道贺。年轻漂亮的潇潇从轿里走下来，引得众人阵阵欢笑，大家都夸赞杨家娶了个漂亮媳妇。此时的潇潇根本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成亲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场新奇的游戏。到了拜堂的时候，3岁的春官哭闹着不愿参加。哎呦，你看这输了。族人无奈，只好找了一只公鸡代替春官完成了仪式。潇潇成亲后，每天不仅要做家务，还要哄比自己小了近10岁的丈夫。二人说是夫妻，但潇潇更像是保姆。好在她从来不觉得辛苦委屈，因为每天能吃饱饭，这已经让她很满足了。潇潇日夜盼望着丈夫春官能快些长大，这样她就能跟其他女人一样有人疼有人爱了。这天潇潇正带着春官在河边洗衣服，不远处却传来哭声。潇潇抱着丈夫也跑过去看，原来是一家的男人死了，家里人正在办丧事。潇潇和春官都还年少，二人并不清楚死亡意味着什么。晚上姨婆告诉潇潇，今天死的那个男人是巧秀娘的丈夫。姨娘嘴里阵阵叹息，说巧秀娘才圆房2年就守了寡，这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？姨婆，什么叫圆房？以后你就知道。现在的春官已经3岁多了，可还没有完全断奶，婆婆无奈只好让潇潇领春官出去玩。懵懂的春官一直把潇潇当成姐姐，潇潇也只好依着她，二人姐弟相称。月亮走，我也走，月亮里面有条狗。转眼几年过去，潇潇长成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而春官依旧懵懂，整天跟在潇潇后面。不过现在他已经知道，潇潇不仅是姐姐，还是自己的媳妇。你不是我姐姐，你是我媳妇儿。哎呀，难听死了！靠不就你小辫子。二人回去时遇到了巧秀娘，她弯着身子背着比她还重的柴草，潇潇上前帮忙，正好看到她的发带是白色的，她自己则是红色的。当地的风俗，女人一旦死了丈夫，就必须要守寡到老，最后能有一块贞洁牌坊，那是无比荣耀的事情。你婆婆对你好吗？好，白米饭管饱吃。和巧秀娘告别后，潇潇领着春官去田地里看工人干活。湘西总是多水的，村民们在梯田里工作，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。杨家的长工花狗年轻力壮，是干活的一把好手，可就是人比较油滑好色，尤其是看到潇潇这般亭亭玉立的姑娘。几人休息时，花狗交给春官唱歌谣，歌词里夹杂着男女的暧昧，春官完全不懂，潇潇却听懂一些，红着脸跑开了。晚上大家在院子里乘凉，理了光头的花狗讲起他在城里遇到了女学生，众人都没见过，对此颇感好奇。春官的爷爷见识多，说女学生穿衣服不管天气冷暖，还可以和男学生在一起读书，等到了嫁人的年龄也不要媒人和彩礼，说那叫自由。潇潇，自由好不好？好。在场的女人们连连叹气，指责那些女学生伤风败俗。潇潇不懂什么叫自由，但有一颗种子却悄悄在心里落了根。爷爷说的对，将来你非做个女学生不可。做就做，我不怕。越说越不像话。潇潇，抱弟弟睡觉去。随着身体发育，潇潇每次出门都会引起村里男人的注意，于是婆婆便给她裹上了厚厚的裹胸布。可即便如此，青春美丽的潇潇还是让花狗心里直痒痒。花狗要去镇上卖药，潇潇也想跟着去见一见那些女学生，可碍于身份却没有张开口。好在春官闹腾也要去，潇潇才得以跟去。镇上的集市非常热闹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姐弟俩看花了眼。此时走过来几个女学生，引起了众人围观，她们一个个朝气蓬勃，并没有
有花狗说的那样不堪，可那些围观群众却一口一个脏字点评着女学生。潇潇听得气愤，直接转身离开了。几人回去时，花狗捕捉到潇潇被女学生那种自由所影响，便是不时地挑逗潇潇，还送给她一个发卡。他说叫你莫告娘。如此明显的传情让潇潇非常紧张，内心也荡起涟漪。春官一脸天真地看着他们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头上已经戴上了绿帽子。花狗撩妹子有一手，每次都能把潇潇逗得哈哈大笑，而潇潇也开始注意其打扮，即便是一双不合脚的新鞋也能让她开心很久。花狗对潇潇的喜欢越来越浓烈，他会偷偷地看潇潇换过胸，身后的哑巴叔好心提醒你这样会闹出人命，可花狗完全不顾，他心里仅存的理性早被躁动的欲望给冲散了。这天潇潇带着春官在地里干活，天空突然下起大雨，二人慌忙跑去附近的柴房避雨，见四下无人，潇潇脱下衣服准备晾一晾，谁曾想在附近做工的花狗也闯进柴房避雨，见到花狗进来，潇潇赶紧用草遮住身体，看着裸露的潇潇，花狗的身体里似乎有一团火在烧，他连忙支开春官，然后一把扯掉了潇潇身上的白布，白色的裹胸部落下，象征着那些封建礼教再也无法束缚着潇潇。面对花狗的主动，潇潇半推半就的同意了。外面大雨滂沱，柴房内却春光无限。经过这件事后，潇潇心里的欲望被唤醒，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他第一次打破封建礼数，却也是他今后苦难的开始。于此之后，潇潇无论在做什么，心里总是想着花狗。他开始展现出对春官的不耐烦，一心只期待着能和花狗见面。日渐亲热的二人常在夜间相会，在草丛中互道炽热，互诉情长。可这段禁忌之恋总归是不会平静的。当潇潇爱上吃酸果，在干活时会头晕了心，他意识到自己这是怀孕了。潇潇找到花狗，将消息如实相告，问他能不能带自己离开，可花狗直接拒绝了。逃到城里去自由啊，给别人帮忙过日子，这样不好吗？啊！哎呀，那怎么行呢？到了城里，谁也不认识，连要饭都要有规矩，不能随便。面对花狗的懦弱，失望的潇潇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直到一件事的发生，这天晚上，村里突然传来敲锣声，氏族长召集全村人要声讨偷情的铁匠和巧绣娘。按照宗法规矩，铁匠被人重棍打残，而没有好好守寡的巧绣娘则被直接沉潭。村民们拿着火把围在岸边举行沉潭仪式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潇潇的心上涌起一股害怕，他不敢想象自己的事情一旦被发现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。花狗也被这个阵仗给吓到了，这样的后果是他无法承担的。顾不上当初的誓言，更没管潇潇的死活，花狗连夜收拾行李逃离了杨家坳。得知花狗跑了，杨家人很是不解。潇潇当然知道其中缘由，他跑去山上到处找花狗，但那个胆小又普通的男人不可能再出现了。绝望的潇潇只能靠自己，他千方百计的想要打掉肚里的孩子。这天潇潇来到柴房，听着磨盘转动的声音，让他想到和花狗在一起的日子。潇潇痛苦的捂住脑袋，不愿回想那不堪的往事，接着又愤怒地拍打肚子，可惜毫无作用。肚子疼吗？隔天潇潇来到寺庙，祈求菩萨拿掉肚里的孩子。王母娘娘保佑我吧，赶快把它弄掉。可抬头才发现自己拜的竟然是送子观音。随后潇潇抓起大把香灰往嘴里塞，想借此打胎，可腹中的胎儿依然顽强地生长着。潇潇的肚子越来越大，眼看就要藏不住了。善良的姨婆发现了端倪，却不知如何是好。好在潇潇的婆婆最近的心思不在她身上，她的丈夫过年又不回来了，夜里还把春官抱到自己床上睡，看着她默默流泪。春官的父亲一直没有出现过，婆婆当年应该也是个童养媳，丈夫不愿回来是因为外面有了别人，她开始嫌弃乡下的妻子。婆婆的今天也隐喻着潇潇的未来。这天潇潇收拾好行李，终于鼓起勇气要逃了。她跑过一条条崎岖的山路，在河边找到一条小船，这是潇潇奔向自由的唯一希望。这里曾是巧绣娘沉潭的地方，如果逃不走，也会成为潇潇不久后的命运。可天不遂人愿，由于体力不支，潇潇睡倒在小船里，小船失去轨迹，在水面上自由飘行，最终又回到了村里。潇潇逃跑失败了，等她再次醒来，已经被关进了柴房。婆婆在外面大呼小叫，号着家门不幸，扬言一定要把儿媳沉潭。很快潇潇偷情的事就传遍了杨家坳，潇潇的四伯也赶来，向春官的爷爷哀求，求他放过潇潇。亲家爷爷，潇潇年纪小，缺管教，
求您老人家饶了他，给他一条活路吧，求求您了。一旁的姨婆也替潇潇说话，告诉婆婆孕妇死后会阴魂不散，对家里不吉利。当真可不是嘛。婆婆信以为真，潇潇因此逃过了陈坛的惩罚。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杨家人商量决定要把潇潇卖远点，以弥补家里的损失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媒婆看了一眼转身就走，因为怀孕的女人根本没人愿意买。最后爷爷思索半天，决定让潇潇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。要生个女伢子，就阉掉她。好在潇潇生了个男孩，爷爷一听是个带把的，乐得眉开眼笑，还给孩子起了名字叫牛儿。虽然孩子不是杨家的后，但起码跟杨家有关系，就算是养个童工也合算。至此潇潇不再逃走，她心里的自由也消停了，决定永远留在丈夫身边。一晃几年过去，春官也成了大小伙子，还被家里送去城里读书，可同学们总嘲笑他家里有个比他大10岁的老婆，这让接受了新思想的春官很是苦恼。春官这次回来是因为牛儿要娶媳妇了，和他当年一样，要娶一个童养媳。命运的轮回再一次上演，这次轮到潇潇满院子里找儿子。牛儿大哭着，是100个不愿意，却无法摆脱封建陋习。婆婆告诉潇潇，到了她和春官圆房的日子，正好1块半了，好凑一个双喜临门。春官远远地看着，恍惚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最终他撇下行李，跑去山上，一片片的梯田和层峦叠嶂的大山。春官的目光看向山外的世界，如同向封建糟粕发出不满的指责。不管是婆婆还是潇潇，或者是巧秀娘，谁也躲不过被封建压迫的宿命。可悲的是，在岁月的摧残下，他们已经安然地接受了这一切，他们的原始生命力就这样被阉割了。电影到这里给观众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尾，这是影片对封建婚姻和吃人礼教的控诉。电影《乡女潇潇》改编自沈从文的短篇小说，是第4代导演谢飞的代表作。里面的故事对传统女性命运的揭露，以及对封建陋习具有很强的批判性。童养媳制度是对封建婚姻的本质揭露，他们扮演着工具人的角色。等小丈夫长大了，圆房生下孩子后，就变成了被榨干的药渣，丢弃在乡下守活寡。这种制度的本意就是要把一个女人变成手脚不停的劳动力，更是负责生育劳动力的工具。她们不需要，也不被允许有自我，只能是无尽的奉献和对被奴役、被榨取的心甘情愿。她们原本也是如潇潇一样蓬勃的少女，可最后无一例外都变成了嘲笑女学生的同性物种。电影结尾处，一个童养媳成了另一个童养媳的婆婆。少年牛儿迎娶青年新郎，与当年的春官迎娶潇潇的场景如出一辙，是悲哀又无奈的贯穿全片的始末，是代表封建礼法的一个符号。它绵延不断、周而复始的循环状态，以各种形式蔓生，吞噬着每一个个体的命运。电影开放式的结尾，正如影片一开始沈从文的原话：我只造希腊小庙，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。潇潇，花轿来了。哎，就来。